朋友们，什么是无我的状态？我们又该如何达成无我的状态呢？事实上，无我呢，不是我们修行的目标，因为无我是不能用头脑思议的。比如，当一个人在用心做事时，进入了心流状态，他就是无我的，只不过非但他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，别人也意识不到这一点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一个人在用心做事时，他是没有任何胡思乱想的，他的眼前也没有种种色相，但是他自己却不可能见到这样的状态，因为一旦他意识到，他就从这种状态里出来了。所以，无我是不能通过头脑思考来理解的，它本来如此，而一切能思考的都不是无我。一切能思议的都是我们给自己编造的故事而已。如果你想要单纯的通过头脑的认知来完全理解无我的内涵，那么可能你的脑袋会想到爆炸，你只能去亲自体会和感受它。修行不是去累积一堆有关无我、无常、涅槃等等的概念，那是录音机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说无我或者说涅槃，它就是实相，它遍一切处，本来如此。我们修行是去证悟它，而不是修出一个能够见到的无我的境界来。正如《楞严经》所讲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犹离见，见不能及。说得通俗一点，就是当我们通过当下的见地去思议一个过去的见地时，那么我们所思议的依旧是当下的见地，而非过去的见地。但是如果脱离了当下的见地，那么我们也无法悟得过去的见地。所以我们说过去心不可得。所谓修行入门，首先就需要我们放下对我的执着，契入无我。而契入无我有一个最关键的点，就是破除对肉身的执着。如果你一直执着于这个肉身就是你，那么在头脑二元思维的对立下，你一定会把高低、美丑、胖瘦对立起来。所以不断抗拒那个不好的自己，不断压制自己，改造自己。可是这个肉身不是我，它是我所拥有的一个工具。那么我们要如何证入肉身不是我的境地呢？如果要证入身不是我的境地，首先就要做到观自在。什么是观自在？简单来说，于何处生心，我们就观这个起心之处。比如我们用左手摸右手，请问我们的感觉是来自左手还是来自右手呢？很难回答，对吧？因为它既不来自我们的左手，也不来自我们的右手。因为感受就是感受，既不是左手的，也不是右手的，而是来自于接触这种缘起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在讲我们的感觉就是感觉，它既不来自左手，也不来自右手。之所以我们认为感觉可以来自左手，也可以来自右手，这是因为我们认为肉身是我，这是偏见。为什么说肉身是我，这是偏见呢？因为所谓偏见，就如同龟毛兔角。我们之所以会认为有一个我存在，这就是生了一个偏见叫我见，生了一个偏心叫我心。当我们住在这个我心上时，我们就会生出一个龟毛兔角的偏见来。那它是如何生出来的呢？举个例子，我们把手机放在桌面上或者床上，这时候我们的手是没有接触到这个手机的。那么请问，手机接触床或者桌子，我们能感受到这个接触的感觉吗？大部分人都会说怎么可能感觉得到，对吧？这是因为在实证中没有证入过身不是我的境地，所以他就马上会认为他感受不到这个接触的感觉。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，智慧是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的。所以我们应当明白，如果圣人真的具备他心通，那他并不是真的比凡夫多出了什么感觉，
也不是多出了什么功能，它只是不生一个我心，它只是不以此心生出偏见来。这就好比我们说手机和桌面或者床的接触，圣人能够对这个接触的感觉悉知悉见，圣人具足他心通，这是因为圣人没有我心，而不是说圣人多了一种超自然的能力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在圣说视觉就是这个接触的感觉，而在凡说视觉是我的感觉。对于凡夫来说，觉得手机与桌面或者床之间的接触这样的感觉不能感觉到，但是对于圣人来说，视觉即是触觉，触觉即是视觉，唯有诸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才会生出六根的心，才会生出六识的虚妄。所以并非我看到手机接触了桌面，而是接触的他心生出了手机和桌面。我们之前讲过，所谓的慈悲心即是此心非心，它不是我的心，它是众生的心。圣人对众生的一切心悉知悉见，但唯独不见一个我心。由于这样的缘故，我们就能明了，当我们闭上眼睛时，手机和桌面依旧存在，因为它是我心生出的龟毛兔角。为什么说是龟毛兔角？因为我们住了一个我心，而我心即是业报，是我们所住的假合之身。这个假合之身与手机和桌面没有实质上的差别，但是由于熏染的习性，我们以为有一个我在看，所以就生出了一个关于我的偏见。于圣人而言，眼睛闭上时，手机和桌面之间的接触就空了，睁眼时这种接触就有了，它明明了了。圣人不说睁眼闭眼，因为不论睁眼闭眼，那个觉知的眼睛都在观自在。之所以我们认为左手和右手都属于我身，而手机和桌面都不属于我身，这是因为我们好像只有在手触摸手机或者手触摸桌面时，我们才有触觉。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与此不同的是，手机在触摸桌面时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触觉，所以它们就不是我身的一部分。但其实究竟来说，视觉即是触觉，触觉即是视觉。眼耳鼻舌身意同出一根，色身香味触法共出一源。凡眼所能及，耳所能及，触所能及，这都是我的觉知，它们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好坏。于是我们就能明白，众生即是我的业，众生与我根本是同一体。对于上面的说法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解悟，但是如果没有解悟，也便无从证悟。如同我们说左手摸右手，手机触桌面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不能在左手摸右手产生一个我见后，就以这个我见强行攀援，说我看到手机接触桌面了，这样我们的心已经偏了。所谓他心，也是非心，我心即是他心，而不是我心又生出一个他心。我们不能因为左手触摸右手是这样的触觉，就妄想手机触桌面也应该具备相似的触觉，然后就妄想手机和桌面都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原因只是由于它们之间的触觉我感受不到。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。所谓我对自身的感受，就是我的身体与身体不同部位之间的接触。所谓我对外物的感受，就是我的身体与外物之间的接触。所以事实上，我们发现身体和外物是没有区别的，因为感受在刹那间是一不是二。之所以我们下意识地认为我是我的身体，用佛家的说法来讲，就是我们的业或者说偏见，让我们认为这个肉身的区域属于内部，而这个肉身之外的区域属于外部。
这就像《楞严经》讲七处征心时说到心不在身内时所举例那样。他说，如果心在肉身里面，那么这就好比人在屋内一样，人应该首先看到房屋的内景，而不是外景。对外景的观察需要透过门窗才能做到，所以心显然不在身体里面。因为心在身内，我们就应该先看到自己身体的内部，而不是身体外部了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能入微地活在当下，那么所谓我的手、我的皮肤与手机没有实质上的区别，这里面哪个都不是我，属于我的只不过是基于这些现象产生的感受。所以若离一切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不住相生心，我们本来也具足他心通。因为手机触桌面的感觉并不是以我兴起的妄见，它不是一种我们偏见中的触觉，它就是我们的视觉本身。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，我们说视觉也是名视觉，实无所觉的六尘，也无能觉的六根，六处是一，不是二，不须分为眼耳鼻舌身意，不能在一时生出一个我的身体这样的认知后，说我的身体有眼能看，说我的身体有耳能听。眼处即是耳处，有眼处则无耳处，以至于无鼻处、舌处、身处、意处。我们不能把前念与后念假合在一起，说这些组合起来是我，又说那些组合起来不是我。我们应当觉察到这些每一个都是我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